嘻哈！哎，欢迎大家！我给大家做自我介绍，我是一个空姐，看得出来吧？听得出来气血很足哦，应该看得出来，感觉到不好欺负啊。但我刚刚上班的时候，有一次我在客舱服务，我站着发水，我就感觉我的屁股一直在被人摸，我当时都懵了，我本能反应转过去就是，你摸我屁股干什么？当时我声音很大。所有旅客都看向了那个旅客，他理直气壮地端着一杯水说：“我没摸呀，我叫你帮我加杯水。”我说：“你叫我加水可以按呼唤铃，你按我屁股干什么？他也不会亮。”同事说：“你声音好大，你就不怕他投诉吗？”我说：“哎，我被摸屁股，我还不能声音大？再说他能投诉什么？下去就被投诉了。”他投诉我说服务态度不好。我领导问我你跟旅客说什么了？我说我屁股不亮。领导说你怎么能这么跟旅客说？我说就是不亮啊，你的会亮吗？给我看一下。经常遇到这类的事情。还有一次我的一个小同事，一个小妹妹在客舱工作的时候被一个旅客要电话，旅客说你不给我话我就投诉你，我想办法能要到你的电话，非常害怕，走到后厨房问我姐怎么办。我说我跟你一起去。我走到那个面前，我说你是不是要他电话？你连我都一起要了。旅客说我不要了。我说你为什么不要？他说我就是不想要了。我说嗨，电话只想要一个了，刚刚发饭的时候餐都要2盒。哦，但这句话我没说啊，我怕被投诉嘛。后来下去还是被投诉了，他投诉我非要给他电话。前不久我闺蜜也是给我打电话，我刚刚下班不久，她给我打电话说她在一个工作局上，她的一个工作局上她走不了，让我过去接她。我到了之后，她领导突然站起来说：“哎呦，空姐来了，快点快点快点，空姐来了，快点，都在等你，来坐下吃点，都在等你。”我说都在等我。我一看桌上什么都没了，等我干什么？等我来收餐。我刚刚下班又要上班，刚坐下，他领导就递了一杯酒在我面前。我说我不喝酒，真不喝了。他领导说：“哎，你们空姐不是都挺能喝的吗？”我心想，什么叫空姐都挺能喝？你见到的空姐都是站在门口，您好，欢迎登机，15、20没有过，这样吗？没有吧？所以当天我还是压制着情绪，礼貌的跟他讲，我说真不喝了，领导，明天还要上班。我实在是不想跟他多说话，当时脸色也不太好看。只见我朋友的领导脸色一沉，拍了拍我朋友的大腿，说：“你朋友生气了？”我看到噌的一下站起来，你摸他腿干什么？当时我仿佛听到有人说了一句：“他声音好大。”但我就这么一吼，当时在场所有人目光锁定领导，领导一看就是老手，他举起他右边的老手说：“我没摸呀，隔着裙子不叫摸。”我低估了他这张老嘴，我气到浑身发热，汗流浃背。当时左边胸上的硅胶胸贴气到贴不住，咣的一下就掉出来了。我捡起来想贴回去，突然看到有一只蚊子飞到了领导脸上。应该有一只蚊子。就是有只蚊子。我抓着我的胸贴一啪甩在他脸上，啪一声巨大声，当时领导都懵了。他说：“你打我干嘛？”我说：“没打呀，隔着胸贴不叫打呀。”我想跟他讲，这是一个女人宽广的胸怀拍在你不要的脸上。我手收回来的时候，胸贴依旧在他脸上，显得他脸皮更厚了。
他当时什么话也没说，只是默默地摘脸上的胸贴，一边摘一边看着我闺蜜说：“你朋友挺有种的。”你看，他连这句话都不敢对着我说，因为他知道我真有。而且他但凡有点常识哦，他就知道这不是我全部的实力，因为我还有一个胸贴。回家路上，闺蜜就在车上担心嘛，因为她的领导跟我领导认识，会给我穿小鞋。我说可笑，什么叫穿小鞋？我胸贴都不穿。后来我朋友领导还威胁她，让她不要把这件事情说出去，不让她在公司说。好，我上电视上说。说出来是我该做的事儿，又如何是她该想的事儿？领导还跟我朋友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哎，我不退他也阔也空啊。凭什么要求我们心胸宽广，他怎么不注意自己的言行？哎，我们坦坦荡荡的胸怀都需要遮遮掩掩，他猥琐的大脑凭什么堂而皇之的带出来？我觉得不公平，我建议他出门带脑罩。爽啊！还有这个领导，如果你不想被骂，你就别做，对吧？如果你做了，你就别怕被骂。如果你觉得今天我骂的脏，哈哈，隔着屏幕也不叫骂。简单如此。Hello， 大家好，我是嘻哈。谢谢。哎呀，节目都看了吗？好不好看？我也觉得节目非常好看啊，真的看得我激情澎湃的。那节目播出之后，我的生活也发生很多变化，就是收到了非常多的私信，我都有看，因为在座的应该有给我发过的吧？有。有一些很多啊，有很爱我的，表达了一些对我的喜欢，我非常开心。但看到一些也不好看的，有骂我的。我一天在家里，我就坐在沙发上，我就读私信。哎，其中有一条我就读的非常大声，我就在那读，我说嘻哈，你没有教养，你说话声音太大。我都还没有任何反应，我爸从书房冲出来，谁说你声音大？我都吓一跳，我爸说你没有话筒我都听不见。我在那个沙发上掏耳朵，我突然觉得这个私信真的说的还是挺有道理的，真的。既然都聊到这儿了嘛，那今天就来聊一聊我的爸爸啊。我的爸爸是一位人民教师啊，很多人听到这个职业就会很惊叹，但是大家真的不要惊叹，就怎么说？我有多不像空姐，他就有多不像老师。记忆非常深刻的是，有一次小学我在被同学欺负，剪我的头发，我就还手嘛，我们两个人就互殴起来，结果就请家长了。对方家长一来，来势汹汹的直接问我爸：“你怎么教育的？”我爸说：“谁让你孩子剪我女儿的头发？”对方家长直接说：“剪你女儿头发，她又不痛。”我爸在说：“谁说不痛？她头发都死了，你看不见吗？”然后过来看了我一眼，抓着我剩下的发，你看，还有些没死透的还在哭。对方家长都惊呆了，没有想到我爸会共情头发，然后转过来回过神来，突然对他说了一句：“听说你还是老师，你怎么教育的他？”我爸的哭声戛然而止。当时他就叹了一口气，走出门外。过了一会儿，他就进来了，抬手看了一眼手表，对那个家长说：“哈哈，5点半了，老子下班了。”现在老子只是一个父亲。哎，真的很酷，对吧？当时对方家长说：“你燃什么？”我爸说：“我现在就把你儿子头发剃了，反正他也不会痛。”对方家长拖着小孩就跑了。我当时站在那觉得我爸好帅，我说我爸上班是李老师，下班是理发师。而且
那一次事情过了之后嘛，我就一直很想感谢他，就总想为他做点什么。就有一次放学回家了，我就乖乖在家把他的拖鞋摆好等他回家，但家里的小狗老是跑过去把鞋弄乱嘛，我实在没有办法，摆了好多次没有耐心了，最后就用502把他拖鞋粘好固定。爸爸回家一开门，看到门口摆得整整齐齐的拖鞋，热泪盈眶。穿上去的那一刻，欣慰地笑了。迈出去的第一步，门牙断了。他艰难地爬起来，开始张着血盆大口开始追我，特别像个密室的 NPC， 你知道吗？我俩隔着茶几在那周旋，眼看我马上就要被爸爸抓住了，我爷爷突然从房间里出来，对我张开双臂说：“过来，不要怕。”我一下扑进爷爷的怀里，那一瞬间安全感爆棚。1秒钟之后，我爷爷把我转了一个方向，对我爸说：“快点，抓住了，来！”但真的，尽管我那么调皮啊，我爸爸和我妈妈其实一直很支持我做我喜欢的事情。当年就是一意孤行的去当空姐，他们也很支持，也很开心。然后有一次他们去旅游的时候，就偷偷买了我飞的那一班航班，没有跟我说。我当时在飞机上看到我爸爸那一刻，我都吓到了。我爸给我眨了一下眼睛。我不敢说话，那个时候我刚飞，我太小了，我就回到工作间。起飞之后，他就找我要了一杯橙汁儿，我送到他手里，转身还没有走2步，突然就听到我爸用巨大的声音在客舱朗诵。他喝了一口，他说：“啊，好甜呐！”天哪，这个公司的橙汁太好喝了！这个空姐妹妹服务太好了，我以后只坐这个公司的飞机。当时周围旅客都盯着我爸爸，以为橙汁的供应商来了。早知道他这么能广播，我就该给他统一春福备茶。啊！我爸一拿着就啊，这个牌子的茶太好喝了，3重焙火，口口生香。我以后只喝这个牌子的无糖茶。哎呀，没有想到我爸居然可以接商务了，真的。那记得这个就是小学的时候啊，但我这个性格，当时我们班上有个老师就会特别的针对我，他觉得女孩不应该这个性格，然后课堂上无论谁讲话，他都会认为是我，也不听我解释，直接让我滚到外面去站。我就特别不喜欢他。有一次他考试，我就故意交白卷，我想气死他。我也不知道我当时哪里来的自信啊，可能我爸的比他先气死。老师让我把卷子带回家给我爸签字，我不敢，我就拿回家模仿我爸签字，最后还是被发现了。我爸爸过来直接把卷子拍在桌上说：“滚过来！”我当时就跪下了，我一边跪一边滚，就前滚翻。我边滚边承认我的所有错误，我说：“爸爸，我知道错了，我再也不气老师，再也不跪交白卷，再也不骗人了。”我这么翻滚到他面前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已经把所有的错误都主动承认完了。我爸低头看着我说：“你刚刚说的那些，我都能理解你，我不怪你，因为是你的老师针对你，你委屈，我都理解你。”我当时抬头盯着他，那么理解我，为什么让我滚呢？我不理解。我爸说：“呵呵，不理解是吧？我叫什么？”我当时抬头看了一眼我面前这个男人，我觉得又熟悉又陌生。我说：“你叫什么？”他说：“站起来，把我的名字大声读出来。”我说：“李学军，木子李，学习的学，军人的军。”我爸说：“来，过来，睁大你的狗眼，好好看看写的什么字。”我一过去，卷子上洋洋洒洒3个大字：李学车。我爸说：“我学车，我学什么车？你把我那个军字上面的土宝盖给我掀到哪去了？学敞篷车。”啊！怪不得我到你学校去，你们老师都喊我居哥。滚进去，把我的名字抄100遍。我这样就很不服嘛。抄的时候，在100个学军里面藏了3个学车。后来那天加起来，我一共抄了400遍。前段时间朋友去我家啊，就跟我爸爸聊天嘛，就开始聊，就说：“叔叔，其实你不知道，其实我们一直都很羡慕嘻哈有您这样一个这么有趣又好的爸爸。”我爸当时在旁边挺不好意思说：“哪里好了？这不是一个爸爸正常该有的样子吗？”
我朋友听完，当时在旁边就说嗓门确实挺大的。其实这次来之前，我压力也蛮大嘛，因为看到那么多不好的评论，加上又是半决赛。然后爸爸走之前跟我说：“你好好讲，不要去管那些不好的评论，有我和妈妈，你什么都不要怕。”我当时转过去盯着我爸爸，我说：“爸爸，原来你可以小声讲话。”我爸当时说：“当然啦，因为最好的脾气要留给你和妈妈。”谢谢爸爸，谢谢大家，我是嘻哈。Hello， 大家好，我是嘻哈。我是空姐，看得出来吧？好，这都不算什么。我刚开始讲单口的时候，我是那一组唯一一个女演员。那个时候主持人介绍我说，接下来上场的是位女演员。观众说啊，主持人说没对，垫了一句。她还是个空姐，观众啊！我一上场，观众啊！其中有个大哥噌的一下站起来，看过这个婆娘，一看就是春秋航空的。什么意思啊？别这样，每个航空公司的乘务员各有各的美。知道吧？这都算了，就是因为大家有这样的反应。前段时间我去看医生，因为腰不好嘛，我一进去那个医生的诊室，有2个老头躺在那个地方针灸。当时医生看完我那个片之后，觉得我非常的严重，他说：“干什么工作的这么年轻，腰伤那么严重？”我不好意思说我是空姐，我怕2个老头站起来笑我，我忍了一下。他要给我开脾气，他说：“你快点干什么的？”我说：“医生你，我高空作业。”我刚刚一说完，医生手上的笔都放下了。天哪！哎，看到没有？高空作业，妹妹。我说你说呀，他说现在像你这么年轻，开塔吊的还是少了哈。哎呀，确实我跟大家想象中的空姐不一样。我是体育生，原来是定向越野大赛冠军，国家2级运动员。怎么当上空姐的？完全是因为那段时间训练太累了，我不想跑了。我刚好碰到了空姐面试的招聘，我就报名了。拿到面试通知单那一刻，特别开心，拿着单子去找我教练请假了。我说教练，我不跑了，我要当空姐了。我教练拿过我的单子，天哪，空姐！你去嘛，你当了空姐，老子给你买架飞机。当天面试的时候，我分到的那一组堪称当天面试的死亡之组。什么意思？条件太好了，因为我们那天所有人都分成7个人一组，最多就是7选2，有些甚至一组全部淘汰掉。我一进去我们那一组，不要说7选2了，我进去我都选了4个了。太好看了。第一个女孩净身高174，新疆人，对吧？我刚进去跟她对视那一眼，我就说这个空姐你当我不当了。特别好看，漂亮到哪种地步？当天我们要求是穿短袖，裸露部位不能有任何明显的疤痕。当时面试官问他：“你手臂上这道疤是怎么回事？”他说：“哦，这个是胎记。”面试官说：“哦，胎记，我觉得胎记随着时间的推移，应该会淡掉吧？胎记。”随着时间的推移淡掉，他在想什么？又不是爱情。而且我这个时候已经明显感觉到第2个女孩子的跃跃欲试了，已经迫不及待，她该踏的时候一个箭步上前，老师好，我是2号，身高171，特长拉丁，咵，她就甩了一个胯出去，就这么快，这个胯都感觉甩到了对面3位面试官的桌子上放着了，目光如炬盯着对面的面试官，好像在说：“你们不给我过这个胯，我就收不回来哦。”面试官哪里见到过速度这么快的胯？
对吧？你说哦，挺不错的，挺不错的。那个同学可以到旁边冷静一下吗？我们后面毕竟还有那么多选手。他说可以啊，他这样送着胯就到旁边去了，好灵活，太优秀了。到我的时候，我已经明显感觉到，因为可能是面试官已经看到了太多条件非常优秀的女孩了，到我这已经明显没有什么耐心了。我刚刚上前一步准备开口的时候，他直接打断了我说：“等一下，你基本条件我们已经看了，就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了。你有没有什么特长？”我觉得他一点都不尊重我。我当时冷笑，我说：“特长，哼，这个地方不够我起跑。”如果老师想看的话，可以放我下去跑给大家看。哦，3位老师是不是不知道怎么评判跑得快与不快是吧？没有关系，这样，3位你们现在从中随机挑选1位下去，我让他50米，我把他抓到，你们让我过，可以吗？当时其中有个面试官，你跑吗？我不跑了，累了，你先出去等一下吧。我说稳了。过了一会儿出来通知我过了，我说过了。我就问老师，我说老师啊，我究竟是哪方面勾引了你们3位选择了我？老师说，哦，我们今天面试了1天了，确实没有看到过跑得快的空姐。你要跑得快的空姐干嘛？后来上了班才知道，个别旅客啊，极个别，他上了飞机以后，他认为空姐是住在行李架里面的。怎么说？就只要他一按呼唤铃，所有空姐必须像氧气面罩一样快速掉在他面前说：“怎么了？”对吧？有一次我还在工作间准备，突然呼唤铃就响了。你们也知道，练体育的听不了发令枪。我当时一下冲去在他面前，怎么了，旅客？好快！我开心极了。觉得自己的特长有了用武之地，转过头看了一眼我同事在门口胯只甩了一半。我完全能理解大家为什么想象不到我当空姐的样子，因为这个社会对这个职业的刻板印象确实太多了，对吧？很多电视短剧里面拍的空姐就是这样，穿着短裙、丝袜、高跟鞋，拖着一个飞行箱在那个候机楼走过去走过来的，对吧？都是这样。完全不是这样的，而且我当了空姐之后非常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在那么复杂的高空环境下工作还要穿短裙、丝袜、高跟鞋，就不能穿裤子吗？对吧？我当时问过我的老师，其中得到的一个答案，他就是有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穿裤子的话，可能有些旅客会觉得不舒适，不舒适是因为空姐穿裤子，你把飞机上那个拥挤的座位全部给它换成床。空姐穿着盔甲站在他面前，他都不会觉得不舒适，睡着了看不见，巴卡巴卡，看不见。而且丝袜这个东西真的很不方便，真的，在这个职业里，我不知道它的作用在哪里，从舒适度和安全的角度来讲都达不到，不保暖还吊裆，穿过的都知道，对吧？有些质量不好的非常恼火，哪怕这个世界上跑得最快的男人博尔特，这身装扮参加奥运会，对吧？过去各位，预备，砰！啪！撞线那一刻，博尔特100米成绩58秒69，没有破纪录，破了2双丝袜。而且，如果飞机遇到紧急情况着火了，真的需要撤离旅客的时候，我们撤离的最后一步，所有乘务员需要脱掉自己的丝袜，因为丝袜的材质在这种环境下非常容易起火。你不是知道它不安全吗？在这么紧急的情况下还要花时间去脱丝袜，那为什么一开始还要穿？你哪怕给我穿一条厚一点的牛仔裤，起火的时候我甚至可以把它一屁股坐灭。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这个时候着火了，我说火在哪？我一屁股坐过去，我的同事拿着我灭火器来，火在哪里？我说火在当下。
所以真的对吧？所以空姐穿裤装，真的会让人觉得不舒服吗？今天我刚好穿了裤子，我想拜托大家跟我在一起感受一下。尊敬的各位旅客，晚上好。我代表全体机组成员再次感谢您选乘本次航班，我们愿与您共同度过一段愉快而舒适的旅程。我是本次航班乘务长嘻哈，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Hello， 大家好，我是嘻哈。谢谢，今年终于上来上节目了啊！因为一直有工作，是个空姐。你们今天的反应真的很棒。之前有些观众听到这，你根本就不像，我又不直接这样上。我们空姐要选上之后，要经过非常程序化并且非常系统的培训之后才能上岗。我觉得能理解，但是唯一不能理解的是，其中有一项培训很奇葩，就是把我们所有人带进一架空飞机，给我们一个真实的餐车、水车。让我们对着空座位想象那里有旅客，给他们服务。无法想象是吧？给你们演示一遍，空的。你好，欢迎乘进里面，请不要打我。就想象嘛，而且还要考试，所以考试当天我就发得很快。我说老师，我发完了。老师看着我说，你怎么这么快就发完了？你同学才发2排，你怎么这么快就发完了？我看着一脸认真的我的老师和我这边的空座位，我说我这边的旅客他们都不要。我老师非常生气，看着我说，我飞了这么多年，第一次看到飞机上138个旅客什么都不要。我说小声点，他们都睡了。模拟？你怎么模拟？当我真的上飞机工作之后，我发现有些问题真的模拟不了。你不要说旅客的行为了，我连我同事的行为都模拟不了。有一次飞行，我和我同事一起给旅客发水，他一不小心把水洒在了旅客身上，当时情况非常紧急，我看了他一眼，他突然开始假装飞机颠簸。他开始好颠，颠回了工作间。当时那个旅客端着杯子看着我，我看着越颠越远的同事。我那个旅客问我，到底谁在颠？啊？这个水有没有人过来擦一下？我当时心里想的跟我手上做的事情一模一样。我说，我擦。真的很多东西是模拟不了的，一旦跟人挂钩，人是很复杂的，对吧？模拟不了。有一次，一个旅客上飞机，自己的耳机坏掉了，找我要飞机上的耳机。但是因为飞机上耳机的插孔跟他的手机插孔不匹配，而跟我大发雷霆。我给他报纸杂志他都不要，他一把给我摔开，他夹着机票指着我的脸说，我今天上飞机就是专门来听歌的，听不了歌我就投诉。他这句话简直给我当头一棒，当当。而且当时周围所有的旅客都已经探出头来想看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了，我被逼到那个地方没有办法，我蹲下问他，您想听什么？我给您唱。他说铿锵玫瑰，我说我不会。他投诉一切美好只是昨日沉醉。单，最后还是被投诉了，因为把他旁边的旅客唱醒了。旁边旅客拔地而起，老子今天上飞机不是来听你鬼叫的。而
且我飞得越久啊，处理的事情越来越复杂。前段时间有一次夜航，一个旅客坐在3个人一排的中间位置，飞行时间太长了，他觉得有点热，他就去厕所把他那个秋裤脱掉。他脱秋裤我能理解哦，他脱的时候看到那个厕所有那个洗手液，他将就在厕所把他那个秋裤洗了。他该不会觉得飞机颠簸可以把他那个裤子甩干吧？洗完他拧得半干啊，他偷偷出来，悄悄地走到自己那一排。夜航嘛，所有旅客都睡了，他打开他头顶上方的行李架，把秋裤晾在行李架的边缘，然后把行李架盖了过去，最后把裤腿轻轻地搭在过道旅客的肩膀上，像献了一个哈达。而做完这一切，他发现过道旅客并没有醒，他悄悄地跨过他，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他以为这一切没有人看见，可是靠窗的旅客看到了。我这样说，大家是不是有点科幻，有点想象不出来这个场景？我们看向气氛组的老师，就类似于郭麒麟把他的秋裤洗了之后，晾在了杨天真的头上。杨天真醒的时候被滴醒了，发现一身都是水，把空姐叫过来说是谁的秋裤。当时空姐目瞪口呆，杨天真怒发冲冠，郭麒麟默不作声。这条秋裤无人认领，但是当时马东站起来揭发了郭麒麟。郭麒麟反手一巴掌：“你是奇葩吗？什么都说。”当时天真气得都不天真了，哇，3个人打得不可开交。我当时啊，就跟侯佩岑老师一模一样。礼貌的微笑站在旁边，你们不要再打了啦！怎么办？好害怕！当时场景就是这个样子，跟大家还原一下，来看回来。但马东老师被打了之后素质非常高，都没有还手，直接捂住自己刚割的眼袋说报警。最后就报警了嘛，报完警我就准备去把那个秋裤收下来，但杨天真老师制止了我，他说我要保护案发现场，我尊重，所以这条秋裤就这样飘荡着在客舱落地了。落地后警察上来也没有想到，我的飞机上3个人因为一条秋裤打了起来。他把我叫过去，你作为一个乘务长，这么简单的问题解决不了吗？哪个要你就给哪个呀。我说有没有可能是哪个都不要呢？说完，我带着警察进客舱，我说来，一进去我们2个就看见3个人扯着2条裤腿打得咚哧打哧噼里啪啦的，事态已经无法控制了。警察很快把这群秋裤子乐队带走了。下飞机之后，我还是写了很多材料报备这个事情，最后还是被投诉了。我后来想了一下，反思了一下，可能当时确实是我处理的不够好，我就应该直接用那条秋裤把我吊死。最后我发现，其实工作这么多年来遇到的事情，从来都没有按照所谓的模拟过来发生。我做再多的准备，突发事件依旧会不断的刷新我的人生难度。但是我总结出一个经验：只要我勇敢面对，付出真心，我就一定能获得真心的投诉。所以希望大家多谅解他人，少晾条秋裤。谢谢大家嘻哈。好，大家好，我是嘻哈。哎，我来给王悦兜底了。哎呀，大家别看我这样子哈，其实我小时候也被欺负过。有一次，一个同学没有事情做，把泡泡糖粘我头发上了。你们知道那个东西很难扯的，我扯了很久，扯来凝固了，直接扯成一个机关。然后我就这么哭着回家，扯半天，越扯越急，然后就哭着，就回家。然后外公远处看过来，以为跑了一只火鸡回来，然后跟我说：“你在学校里不要跟别人动手啊，就朝他吐口水就好。”第二天到了学校，果不其然，同学又开始追着我打了，把我逼到角落，走投无路。我真的忍无可忍，我当时
吐出去那一瞬间，整个世界就安静了，因为当天风很大。因为我的外公忘了告诉我，口水要顺风吐，2秒前的口水正中眉心。我的外公一生打过很多仗，抗美援朝、解放战争，然后从小就跟我说了，打，给老子打，仗来了就要打。这句话真的影响我很多，但那次发现口水仗不好打。我第2天到了教室，拉开书包，发现里面多了一根擀面杖。当天刚好是学校组织的春游，外公也刚好给我做了我最喜欢吃的馒头，跟那个擀面杖放一起。到了目的地，我刚拿出馒头，一个同学拿着他的薯片过来嘲笑我吃馒头土，一把把馒头给我打掉。老子拿出擀面杖，一把揪起他的薯片，擀得稀烂。他本来想还手，看到我手里的擀面杖，转头开始暴踩我的馒头，直接踩成了一张饼。就在这个时候，老师看见了，一把拉开，他说：“你怎么可以糟蹋粮食了？快捡起来吃了。”他说是嘻哈的，我说不是我的，我说薯片在嘴里啊。老师说薯片嚼碎了不要说话。晚上回家，外婆端出馒头，一脸疑惑说：“你先吃吧，本来说好今天吃饺子的，擀面杖不知道哪儿去了。”我看向外公，外公。虽然外公跟我说了仗来了就要打，当然我也不是没仗硬打，都是别人先惹我才打。整个学生时代，我的头发被剪过，吊带被扯过，馒头被打过，钱也被抢过。当然这些事情我知道也不止我一个人经历过，但那些欺负我的人后来也不好过。怎么说呢？老子的擀面杖，仗功赫赫。真的，后来他们都知道仗来了就要跑。后来上班成熟了很多，直到遇到公司一个出了名的爱刁难人的前辈。他最奇葩的一点就是有非常变态的控制欲。他在飞机上，只要他没吃工作餐，我们所有乘务员都不准吃。恶霸！我不行的，我是必须按时吃饭的。当天飞机上工作完了，我就开始吃。他过来说：“你怎么吃上了？”我说：“一起吃啊。”他说：“我不吃，我不饿。”然后阴阳怪气的跟我说：“你吃吧。”你把我那份也吃了，我说我吃的就是你这份。那趟航班他后面就一直在挑我的刺。我发咖啡，他说温度不对；我发餐，他说餐冷了；我烤的面包，他说不够硬；我烤硬了，他又说软了。我当时拳头都硬了，我盯着他说旅客觉得很好，很满意。他一把拉过我，恶狠狠地说：“我说什么就是什么。”我说什么？翻了个白眼，指着我说：“你的平底鞋是公司发的吗？谁允许你穿的？”我说：“我自己。”他说：“你懂规则还是我懂规则？像你这种乘务员，你知不知道我可以处理你？我甚至可以让你不穿鞋飞。”我心想他好矛盾，又给我不穿鞋，又要给我穿小鞋。他到底什么规则？穿搭要显贵，上半身基础，下半身就不基础。疯了，真的。吃了2份饭是有点晕碳啊，真的。那这一次也是我职业生涯耿耿于怀的一次经历。后来我朋友都在问你到底是做了什么让他这么讨厌你，我说做自己。后来还在公司造我的谣，说我在外面讲脱口秀是不务正业。后来越传越离谱，有一次传到我的耳朵里，一个同事甚至都不认识我，过来跟我说：“你知不知道我们公司有个人在外面做嘻哈被抓了？”我说这不在这儿呢吗？这不，我说不可能吧？他说怎么不可能？我亲眼看着他被抓进去的，说他利用空姐身份在外非法牟利。我说牟什么利啊？他该不会把飞机餐拿下去卖吧？同事说飞机餐谁吃啊？我听说他把飞机座椅拆下去卖了。我都不知道这种谣言怎么传出来的，还有人信。我拆飞机座椅下来卖，谁买？卖给高铁。而且说实在的，我被谣言真的困扰了很久，也被针对了很久。好在前段时间辞职了，很爽的，10年了。前段时间出差，我经常因为录节目往返嘛，我就正好坐到了那个讨厌的前辈的飞机。有时候世界就是这么巧。当时一上飞机，所有同事看到我都非常亲切，上来拥抱我。前辈和我对视那一眼，我从他的眼神里都看到了一种情感。嘟嘟嘟嘟嘟嘟。错了，
我和他对视那一眼，其实一瞬间想起的是刀枪棍棒擀面杖的声音。星，他一看到我就过来，非常阴阳说：“大明星，你亲自坐飞机啊？一会儿还吃饭吗？”我说吃，他说飞了这么多年还没吃够啊。我当时一肚子气，但我也没有想跟他吵，因为当时我觉得他说的也对，我确实是大明星啊。起飞之后没过多久，我旁边的旅客按呼唤铃叫他过去，说饭冷了，口感不好要投诉。我的前辈过来说不会吧，我在旁边说不会吧。那个旅客对我前辈说：“不信你自己吃一口。”我一把挡在前辈面前，对旅客说：“他不吃饭的，在飞机上，我帮他吃吧。”就在这个时候，旅客指着他说：“像你这种乘务员，你知不知道我今天可以投诉你？”在那一瞬间，我突然在前辈身上看到当年我的影子。我不想为难他，真的替他吃了一口，说还好，但我也不想放过他，说还好没吃到下面，下面更凉，你端回去重新再给他热一下吧。他这个前辈真的没有想到，当初他为难我的口水，在高空飞了这么多年，还能在万里高空击中他的眉心。前段时间看新闻啊，网上看到很多航空公司开始实行女乘务员可以自行选择着装了。我那个时候看着我的同事妹妹们穿着自己买的平底鞋，相对轻松自在地走在客舱里的时候，我就感觉那一年在飞机上被刁难的自己，在那一刻才彻底的释怀了。就好像当年那个讨厌的前辈在飞机上趾高气扬地问我：“你懂规则吗？”我说：“我当然懂啊，不合理的规则就应该像这碗冷饭一样，端走重新热，热不好这个老子再热。”然后热馊了就好了。他当年为难我的时候，一定想不到我不仅懂规则，有一天我真的还能改变规则。但有一条规则我尝试过改过，但真的改不了，就是口水要顺风吐。进来，我是嘻哈。好，大家好，我是嘻哈。好，接下来我们就最后一起狂欢一下，可以吗？给这场比赛画一个圆满的句号。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啊，前几天因为就上节目的事情，我也上热搜了。热搜词条：嘻哈离婚。很抱歉占用公共资源。我没有想到自己这么快就说上了这句话。第二天一醒来，营销号词条更过分：嘻哈离婚，独自抚养2个女儿。很抱歉占用房主任的2个女儿。我度过了不平静又不幸福的2天，离谱，营销号离个大谱。我确实是离了，很早就离了，没有女儿，没有儿子，但有一个前夫，有一个司仪。不是新博啊，以后你们就知道，司仪是整场婚礼核心很重要的角色。老公选错了可以离，但司仪选错了真的是一辈子的事，朋友会笑你。那段时间我很忙，婚礼策划属于见缝插针。记得当天是从凌晨开始飞，工作到下午2点，我就约的司仪3点到家里来商量这些事情。我到家刚往沙发上一躺，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当当当当当突然响起。我起来把门一开，那个门砰的一下打开，我脸都被打平了。冲进来对着我说：“你好，我是你的司仪。”我上下打量一眼，一看20几岁的样子，中山装，头发3、7分，站得笔直。我当时就对这个老派的司仪产生了质疑。我说：“我的婚礼该不会穿着婚纱抛绣球吧？”他刚刚坐下就拿出了他的笔记本，不是电脑，就是笔记本和一支钢笔，说：“来之前我已经做好了关于你的背调。”我第一次在司仪嘴里听到背调这个词。然后他就开始说了，他说：“我知道你喜欢舞狮，当天我给你们准备了1对狮子，迎宾的时候你和你的丈夫1人1只。”我说：“我俩舞。”他说：“我也可以。”我说：“你安心主持吧。”他说：“我还知道你喜欢5月天，我把你上场的音乐也选好了，就是你最喜欢的知足，怎么去拥抱一道彩虹，怎么去拥抱一夏天的风。”我说停，他说你
不喜欢吧？还有一首恋 ing 恋 ing。我说行，不要再唱了，唱2句就够了。他说你版权意识好强。我说这个不是版权问题，哥，我到时候会准备好，我会发给你。他很开心，很爽快，直接就说到了。那我们就说抢亲环节，我直接告诉他，其实抢亲环节我不太想要，因为布置婚车婚房很麻烦，你记住。他当时听到打了一个响指，对我邪魅一笑，他说：“我都给你准备好了，婚车你到时候就用28大杠自行车。”我说28大杠，他说你不会骑是不是？很简单，你就，然后再跨过来就好了嘛。我说不是骑车的问题，他说那我先下来。下车他就跟我说，车子都好解决，主要是婚房。我要是没有的话，他甚至可以介绍一套给我。我说你主持个婚礼还顺带干中介，他说你不懂，只要你幸福，我做什么都可以。你是不知道这一单对我来说有多重要。现在年轻人结婚的越来越少，你这单做不成，我就快没饭吃了。我还有老婆，还有儿子。我当时听到他说这，我一下理解了。我说行，他说我还有个外孙女。我说等一下，等一下。我当时觉得他已经疯了，想做成我这一单。我说其实我实话告诉你，主要是我的预算有限。他说什么预算？不要预算，你这一辈子就结一次婚。现在看来。当初他话还是说早了，他都说到这儿了，我也直接告诉了他，我说其实我这个婚礼于我来说，其实再怎么办都是不完整的，因为有些人我想邀请的人他就是来不了。他说谁？我说我的外公。他说他在哪儿？我说死了。他说死了都要爱。这首歌放在婚礼上也可以，也是你喜欢的阿信的。我说信。他说什么信？我说不重要。好了。我说我的外公看不了我结婚，其实真的就会是我一辈子的遗憾。他走了这么久，甚至都没有来我梦里看过我。他说你怎么知道他来不了？再说梦是反的，你太想他，他就来不了。只有你把他放下了，他才会来。所以你要办婚礼。我当时已经没有什么耐心了，心里已经想好要换司仪，我就把他打发走了。关门前我说走吧走吧，后面写信联系吧。心力憔悴，真的。非常累，当时把他推出去，把门一关，瘫倒在沙发上，还没回过神，梆梆梆敲门时又响起，我气到弹起来又开门，一打开门我说谁呀？一开门，一个西装革履的先生说：“您好，我是您的司仪。”老子当时火都上来了，我说你同事刚走，你没看见吗？骑着28大杠走，你没看见吗？他说我同事不对呀，只有我呀，你约的3点。我低头一看表，确实才3点。回过神来，原来刚刚只是在沙发上做了一个噩梦。还好不用舞狮了，这个司仪就正常多了。我跟他当天聊完，我就定下了他。很快，婚礼的前一天晚上，我就非常想念我的外公，然后我就开始翻照片，越翻越不对。外公年轻的时候跟我那天梦里的司仪长得很像，但很模糊，所以那个梦里到底是不是他来，到底有没有来看过我，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但是婚礼当天一切都很好。婚礼进行曲响起来的时候，我的耳边甚至响起了恋 ing， 我就知道当天外公和窦尔顿至少来了一个。来参加节目前，我因为没有办法照顾家里的猫啊，我就买了几个监控安在家里。那个监控比较高级，录入人脸之后就会有详细的显示某某在客厅，某某在厨房。安好的第2天，我的 app 上推送陌生人闯入，我赶紧打电话给爸妈。爸妈说这不见鬼了吗？哪儿有人啊？排查下来发现，监控识别到了客厅外公的遗像。真见鬼啦！后来爸爸把外公的遗像放到监控面前，录入人脸。录入外公之后，就真的再也没有收到过陌生人闯入的提示。前段时间第1赛段播出的时候，我当时正在上海，当时我收到一条监控 app 的消息是外公在客厅。就在那一刻，我就知道我的外公也许并没有错过我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比如我的婚礼，比如现在。谢谢外公，我是丫丫。谢谢大家，我是嘻哈。大家好，我是戴维我是一个稍微会注意一点穿搭的直男。对，只是稍微就够了。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们男人之间竞争最不激烈的一条赛道。就但凡你努力那么一点点，你就可以超过大部分人。在我老家广东佛山，
只要我出门不穿拖鞋，我爸就问我是不是要去喝喜酒。男生确实很懒得去买衣服啊，就是现在商家为了推销男装，他们已经疯了。你想想看，我们全中国最有名、最成功的一句男装广告语，居然是1年逛2次某兰之家。它最大的卖点都不是好看，是你可以少来。你就感觉这个广告打得太卑微了。就可能他们销售总监跟 CEO 说，我们今年的目标是要让顾客来2次。我 CEO 听了不敢相信，哦，不是吧？这会不会有点太激进了？1年居然买2次衣服，哪有这种败家爷们？就因为男生被人夸衣品好，好像就是个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啊。确实，如果有观众评价我说啊，虽然这个戴维一点都不好笑，但是他把衬衫的一边塞到裤子里，这个小细节，哇，真的太时尚了。这么夸我也不会开心。而且这种穿法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哈？上厕所结束得太匆忙。我还有一些朋友，他们不注意穿搭，是因为对自己有点盲目自信。他们会觉得说，我现在只是懒得弄，我要是弄了，那还得了？那这种人一旦打扮起来非常浮夸，穿个 polo 衫会把衣领竖起来那种，我真的太讨厌别人把衣领竖起来了，太嚣张了，以为自己很帅气，其实性缩力拉满。因为小猫小狗刚刚做完绝育也是这个样子的。赶紧弄下来。我还很看不惯有的男生，他们不管在任何场合啊、任何搭配，都会穿那种很夸张的篮球鞋。我见过有新郎结婚的时候西装配篮球鞋，是不是有点过于随时准备弹跳了？你是要自己亲手去抢那个手捧花是吗？那真是盖了帽了。就是男生在穿搭上的消费，很多时候就集中在球鞋或者手表、手串这种东西上面，很奇怪，只打扮四肢末端，那头跟躯干直接放弃，这就相当于你家装修只装飘窗。你让客人怎么说啊？虽然你这个3室1厅是个毛坯，但你这个欧式古典宫廷巴洛克风格的飘窗啊，还挺有氛围感的。我是怀疑啊，大部分男生他们是有一个内部的这种共同策略的，就大家一起约好不搞穿搭，谁敢打扮就嘲笑他。哎呦，兄弟，你好香哦！必须大家一起丑。就逼着女生没有办法以貌取人，择偶的时候只能去看一些别的东西。那只要他有上进心，那也挺好的。不得不说，兄弟们这个策略真的太成功了。你看现在大家对男生外形的要求真的好低，一般就说干净清爽就好，这是对一包湿纸巾的要求。我们这个策略成功到都已经违反自然规律了。你知道，在大自然，绝大部分雄性动物都必须要靠把自己打扮得很好看来吸引雌性的，不会有一只母狮子喜欢一只公狮子，是说啊，我就是喜欢它情绪稳定，想谈，没有，全部都是看外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孔雀嘛，就即使在如此残酷、随时会死、弱肉强食的大自然。雌孔雀择偶的第一标准还是好看，而公孔雀就把男性衣品好的这个重要性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们只要开屏开得好，就可以找到老婆。他们求偶就特别简单，都不用展示生存能力，只要展示 OOTD， 就在那里屁股一翘。嫁给我。好，谢谢大家，我是戴维。嗨，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小鹿啊。谢谢。前段时间刚办了婚礼啊，今天谢谢啊。今天穿婚纱来呢，倒不是因为我多么的爱结婚啊，
只是因为这个婚纱我买都买了，我想穿着它嫁人，也穿着它骂人啊。我的这个婚礼搭子呢，是一个比我小5岁的澳大利亚大男孩啊，喜欢送给你们啊。我过去就是我们备婚备了1整年，我过去1整年一直在紧张的备婚，而他也一直在正常的生活，他太松弛了。哎，我每天搞婚礼，哎，搞这个婚纱，搞伴手礼，搞婚鞋，搞7搞8，而他搞不清状况。甚至在婚礼前1个月，他还问我，哎，我们公司安排我出差，我可不可以婚礼前1天才到？我说你也可以后1天才到。太松弛了，而且伴郎团一到达中国，他就跟伴郎玩去了。我说你要跟我筹备婚礼，怎么成天跟伴郎黏一起？怎么你也是来参加婚礼的吗？他说可是我跟伴郎们好久不见了，我觉得婚礼期间我应该多跟他们在一起。我说怎么你们的小别胜过我们的新婚？太牛了，不知道能拿多少票啊？伴郎团就更松弛了，他们在我们婚礼彩排前就完全喝醉了。最后彩排是所有的伴娘团像赶猪一样赶着他们走直线。哇！那一刻我才明白为什么伴郎伴娘必须一一对应，因为每个伴娘必须1对1定点帮扶一个伴郎。我都看不下去了，我问他，我说你找伴郎不能找点靠谱的朋友吗？他说靠谱的早结婚了。太狠了！太夸张了啊！结婚真的很伤感情。结果就知道了啊，婚礼的极限压力真的是会让你断情绝爱。就你到那天，因为那个压力之下，你会越看他越觉得他一无是处，是个废物。我们婚礼司仪说中文，我新郎听不太懂。平时我觉得挺可爱的，但那天我觉得为什么你中文这么差？你是外国人，这是理由吗？哎，你都来中国8年了，5岁的话筒中文都比你好。一般我生完气呢，他就会睁着他无辜的蓝眼睛看着我，我就会迅速的熄火。但那天他越看我越生气，我说看什么看？为什么有色眼镜看我？到了婚礼前夜我的紧张焦虑达到了顶峰，我对着我的伴娘团爆哭。其中有一个伴娘为了宽慰我，就说：“姐妹，还来得及。”你可以，我说不可以。你知道我这1年我婚纱试了多少件，婚鞋换了多少双，我跟策划公司吵了多少架啊？我的宾客排座搞了多少版？我不会因为一个男人的愚蠢和懒惰影响我婚礼的完成。这个婚必须结。哪怕今天结了，明天离。哎，我的婚姻可以失败，但我的婚礼不可以。婚姻是2个人的事情，但婚礼是我1个人的项目。然后我的伴娘说：“可是你值得更好的。”我说：“没有任何男人值得我再办1次婚礼了。”然后我伴娘说：“可是，说明你这么说，说明你还爱他。”我说：“哎呦，爱不爱的，现在爱了不爱了不重要，重要的是来都来了。这个婚他在劫难逃。”当然啊，这个婚礼上拉垮的也不光是新郎和伴郎更拉的还有我爸。在我们那个仪式上说誓词这个最浪漫的环节，全体宾客泪洒现场。这个时候，我爸手机铃声响了。当时我正在泪眼婆娑的跟新郎说：“谢谢你带我爱上我自己。”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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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后我爸偷感很重的。毫不犹豫的起身去接电话，我余光还看到我妈抓了我爸一把，没抓住。
本来我的眼泪止都止不住，那一下止住了。仪式结束之后，我就问我爸，我说爸，刚才是你们单位要上市了吗？到底是谁的电话？然后我爸说啊，没啥，一个诈骗电话。我说爸，我这辈子可能就结这么一次婚，而你被诈骗的机会成千上万。什么诈骗这么吸引人，非得当时去完成？哎，等我结完婚，你想怎么被骗就怎么被骗呀！哎，这是我的婚礼耶，我正在经历人生最大的诈骗。现在我的婚礼已经结束了，但是啊，婚礼对我的伤害还在继续。前2天有一个朋友来问我说：“哎，小璐，你们婚礼上的鸡尾酒好好喝，可以推荐给我吗？”鸡尾酒是整场婚礼新郎唯一负责的东西。我说：“你去问新郎吧，这是他弄的。”我朋友说：“哇，你好幸福啊！你们婚礼都是他弄的吗？”我发现啊，多数婚礼好像都是这种模式，就筹备模式都是新娘歇斯底里，新郎事不关己。为啥？可能就是因为所有的影视文学作品都不断的告诉我们说，每个女孩都向往着一场完美的婚礼，谁向往谁买单嘛，对吧？所以甚至现在很多婚纱店都是这样，租新娘的婚纱送新郎的西装。我觉得凭什么婚礼只是女孩子的幻想啊？都可以幻想起来呀，对吧？哪个男孩不向往着一场披荆斩棘、酷炫逆天的婚礼？你可以在婚礼上穿上你最帅的夜光变形盔甲，踩着你最帅的 AJ， 站在你最爱的无人驾驶挖掘机车顶上，突突突突突的入场，单手空气投篮，另一只手握着你又粗又直又亮的光剑，跟新娘的前男友一一决斗。在即将迎娶新娘时被岳父退婚，你邪魅一笑，振臂一挥，伴郎团的 Seven、迪迦、诺亚等74名奥特曼从天而降，问你相信光棍吗？全体宾客下跪，对你高喊恭请龙王归位。好，谢谢大家。大家好，大家好，我叫大老王。然后我是个北漂，然后今年还在找房，但我今年对租房的要求非常高，因为我已经31岁了，我不是个吃苦的年纪了。我今年想租一个好主卧，那种南北通透、地铁上盖、园林景观、顶级物业的好主卧，预算3500。我把我的所有筛选条件在找房软件勾选完，点击确认，给我订回了老家内蒙。真的很难找，而且那些中介说话真的很离奇，跟我说是个套房，进去一层套一层，一层套一层，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我说你这是个俄罗斯套房。20平的房子，跟我说能住3个人，每个人还有自己独立的房间。我说你怎么住下的啊？你是先放了床后垒的墙吗？理解不了，真的，这2个月基本每天都在看房，从早看到晚。我这2个月基本上算是全职看房。人是不可以全职看房的，精神会不太正常。我那段时间我就开始乱看，北京东南2环，广渠门，看了个280平的别墅。乱看你还不让我看吗？东西朝向的别墅，卖6000多万，我觉得这个房子有问题，房东的钱来路不正，哪有正常人花6000多万买个东西朝向的房子的？我租房3500，看的全是南北通透的。正好那2周我妈退休，我妈来北京，我妈看，我妈说儿子，妈妈来过很多次北京，故宫、颐和园、长城，妈妈都去过。你在北京待了快10年，你带妈妈看看你眼中的新北京。第一站，带我妈去了国贸的早高峰，下来看了个隔断，直接给我妈看崩溃了。我妈说儿子，你在北京3000多块钱住的地方，连窗户都没有吗？实在不行，妈妈给你买下来吧。
我给我妈看了眼房价，我妈说：“儿子，实在不行，实在不行。”你总不能天天带着妈妈看房子，真的很辛苦。所以我妈待的那周，基本上我妈就每天在家躺着，我去看房，白天看房，晚上告诉我妈找不到房子消息，白天晚上。第6天的时候，我妈崩溃了。我妈说：“儿子，那个妈妈准备回老家了。北京这个城市好奇怪呀，怎么躺着就焦虑呀？”你也早点回来，这儿老家更适合咱们。你想，你回老家是可以得到大房。你表弟去年买的房子多好。我想到去年我回老家，我表弟在我老家内蒙古乌海市自己全款买了个180平的房子。180平房子太大了，我没去广渠门之前是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么大的房子的。180平房子太大了，你们知道180平房子有多大吗？太大了。他家有个房间，居然叫衣帽间。衣帽间，衣服有属于自己的房间，衣柜不够你睡吗？我真正崩溃的瞬间是上厕所，他有个智能马桶、感应马桶，去了不会上，我去了就不冲水，急得我对着马桶开始打太极，边打边懊恼。我说从北京到内蒙不会冲水了，内蒙以前都不用冲水的呀。我在北京做互联网的，不会冲水，我天天跟人赋能抓手打通上下游，这上下水怎么打不通了？最后是我表弟进来帮我把水冲掉的，把我北漂所有骄傲都冲走了。出去以后真的很悲伤，我妈很兴奋，我妈说：“儿子可以回老家吧？你看老家什么都有。”我说：“妈，我好像住差的住习惯了，我离不开北京的这些生活方式，离不开这些连锁店，离不开兴什么课，卖什么劳，优什么酷。”我妈说：“啊，这些老家都有。”我专门去看了一下老家的兴什么课。还是不太一样，老家的兴什么课里面，大家真的在喝咖啡。没有人掏出来苹果电脑装的，大家真的在聊，说这个兴什么课奶呀，用的肯定不是呼伦贝尔的。我妈说你回来可以找个稳定点的工作，比如像妈妈一样当个中学教师。我说妈，你不知道吗？你所在的内蒙古乌海市第4中学的中学教师，要研究生学历的。你儿子今年31岁了，英语4级还没过呢。而且你想想，你儿子从事过2份工作，第一份工作在互联网公司当产品经理，产品经理最出名的一本书叫《人人都是产品经理》。第2份工作，脱口秀演员。脱口演员最出名一句话叫“你儿子这2份工作呀，都没门槛的。”是我不想回老家吗？你有没有想过，有的人只配去北京？谢谢大家。